我来到这个仁王门前，就是这个宁国禅寺的门前呢。这边有一片小湖，也有很多湖边的平藤。这个公园很美的，它布局还是非常多元化的。我的右侧就是港口渡口了，我就是要搭乘这个上海轮渡到浦东那边去骑车。这个就是黄浦江的江面。嗨，大家好。刚刚我出门有一段没录啊，现在已经距离出门骑了5公里。现在在春生路上，这个地方呢，已经接近华金了。再过去一点点就应该是华金了。今天呢也是趁着天气不错。天气预报本来是预报的下雨，但现在你看都出太阳，所以还是到外面来骑行一下。右侧这边有一个市场啊，就有点像农村附近的这种市场搬到了室内。我已经看到了前面这条就是老沪闵路，过了老沪闵路呢，就从春生路变成了华金路也就是说将要到达华金的地头了。今天走这边呢，就是为了从华金那边穿出去，看看能不能经过一个渡口去到浦东那边，到浦东绿道去骑行一阵好，现在呢，我骑过老沪闵路前方就是华金路，这边呢就是华金镇了。华金镇呢，应该不属于闵行了，应该是属于徐汇区最偏的一个街道。你看这边也在大兴土木，觉得不仅是商业大楼，也有很多的住宅区正在兴建之中。昨天呢，因为下雨就没有出来骑行。我抽空呢去见了一下我自己的孩子他在上海工作，状态还不错作为一个初踏入职场的小年轻来讲，我就觉得相当不错了。现在我骑过景洪路这是一条以云南的城市命名的道路。景洪路上有一个站这个站呢就是机场联络线中间的一个站，是连接2个机场的一条快线。刚刚说到昨天跟我的孩子见面聚会，一块吃饭因为其他工作的环境去转了一下，尤其是有着2个商圈在2个地铁站之间整体来讲呢还是保持着城区的面貌但是我在商业中心里面转了一圈，我就发现事实上没有想象那么热闹
听我孩子说呢，这个附近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主，就大家的这种消费的方式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比方说，他们喜欢带一个电脑到这些咖啡店坐坐。当然，这个咖啡店里面不仅见到的是年轻人，还有很多上海的上了一些年纪的人，应该年纪我相仿的人。这上海特色可能也是海派小资文化的一种，就那种退休了以后大家也是热衷于到咖啡店坐坐。可能呢，就3、5好友以前的老同学在那聊聊，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风景吧。因为你如果到欧洲，无论你去巴黎还是去罗马，还是去哪里街边呢最多的就是咖啡店，大家在里面坐，懒洋洋的，好像无忧无虑的其实生活即便有太多的压力，也要通过自我来释放调节这样才能把日子过得比较舒心。现在呢已经是清明前几天了，刚刚看到这个马路对面有一个墓地，这个墓地肯定也是一位历史人物或者说是一位革命者，所以我看到那个穿了很多校服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到这边来凭吊先烈，祭拜一下先人，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我已经看到左前方的宁国禅寺。前几天我跟家人一块搭的公交车从前面过来，特别有意思，在车上听到一段母子的对话一位儿童很稚嫩的声音问他妈妈说，这个边上有很大的一个别墅他妈妈说那不是别墅，是一个庙。然后孩子就跟他妈妈说，那这个庙里的人肯定很有钱。他就是按照现在的这种基本的逻辑来思考的。没想到他妈妈就沉默了，就不知道怎么来回答自己的孩子。因为他如果说这个里面的人是没有钱的，但其实呢，他们是受到很多人的供奉，而且他们的钱的开支用途全都不透明。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真的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花这些信徒们给予他们的钱，要不的话也不可能建起那么大的寺院但是呢，如果说和尚有钱，那显然跟世俗的文化不符，所以这位妈妈就沉默了。我来到这个仁王门前，就是这个宁国禅寺的门前呢，就突然想到了这位母子的对话，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那我骑着单车肯定不方便进去，我们就在这个庙前到此游。就中国人还是有这样的这种情怀，或者说有这种文化的理念吧。到了这种庙道观都会停留一下看一下。但是要不要去拜呢？我觉得就看个人自己的心态有没有什么要有求于菩萨的事情。我觉得菩萨可能是渡人的象征，但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渡，而不是被人渡所以这是我对人生的理解吧。这个边上的正好是一个绿地这也是最近搞起来的一片公园。其实我去年回来的时候已经在这边来过了，但是绿树丛中，我们再走一走。
今天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就看了一个视频，刷到了李健这个被称之为音乐诗人的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位才子，在中国的乐坛上，尤其是流行乐坛上也是独树一帜。不仅以他自己的空灵的嗓音演绎了很多他自己写的好作品，甚至被很多著名的歌手翻唱了，成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位歌手啊，他就站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台上，面对着可能有几百号人，里面我看到大部分是年轻的学子，当然也有很多呢，其实都是老师级别的人，因为都上了点年纪。结果他在那边谈的不是谈科学，也不是谈成功学，而是他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怎么能够保持快乐，而且他认为这个快乐之本，这个是人生的最大的追求。因为他也举了一些例子，他自己呢有6位同学，包括他住在一个寝室，就当年大学都是住在宿舍的，就一间房间里面呢住6个人，那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双人铺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度过了自己青春的岁月。那当然这些同学现在各有成就，在五湖四海，还有很多同学呢远渡重洋。就如果说从人生追求的成功学来讲啊，很多人都很成功，因为有些成了著名的官员，有些成了科学家，也有很多成了企业的领头人等等。但是他对这些好像不屑一顾，他就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内心是否快乐，或者说你有没有这种思维，能不能找到一些方法让自己能够快乐，使得自己呢依然保持心态的年轻。所以他在他的演讲当中面对着比他小10几20岁的学生们说，虽然我的年纪比你们大很多，但是我的心态跟你们一样，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处于20、30岁的这种心态。我觉得他整个的演讲也不是他一贯的这种风趣幽默，但是真的非常的平静啊，很多话耐人寻味，或者说值得大家回味啊。所以我今天来到了这个民国禅寺边上，面对着这么一大片优美的环境啊，所以就突然想到今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听李健的一席谈啊，这个深有同感，也非常赞赏他的这种人生的态度。好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散散步啊。就有时候骑行呢，我觉得也不要整天骑，时不时的到绿地来走走，找些地方休息一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并不是一定要达成肌肉的紧实啊，这种骑行的记忆。这边有一片小湖，也有很多湖边的平潭，可以看看近处的芦苇，还有湖中应该也会有些鱼类吧。这边有宝塔，也有观湖的这种仿古的建筑，
对面也有一堆的这些仿古建筑，非常优美平和的地方。天上有飞机飞过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可不可以骑行通过的那么在这边稍稍的来骑行一段。春天呢，花儿都开了。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些花呢，应该都是以梅花居多。这地高头不要，有地高头。我不知道。现在我还是回到了道路上来骑行。西岸自然艺术公园里面我们以前小时的时候，因为就在城隍庙有一个议员是江南名媛但是我们后来有些担心，就说这种古老的园林艺术是不是就会失传了？因为都建了现代的高楼了。但谁知道呢？现在你看很多公园都把这种仿古的园林作为卖点。我觉得这个感觉，这些古老建筑又回到了大家的身边。甚至有些园林，我觉得建得可能更为大气吧。这个公园很美的，它布局还是非常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栈道、长廊、河边的清水平台，但更多的呢就是这种绿色，有树木，当然也有很多开的花。我觉得这片花就很美我不知道这叫什么花，像郁金香似的，但肯定不是郁金香。
好了，这边有个出口啊，我就出去了。这边已经是龙武路了，那我应该是骑过马路才对。这个上面应该就是 S20的高速公路了。好，我现在呢骑过龙武路啊，准备沿着 S20高架路上面呢继续往前骑行。右侧这边呢都是一些老的居民楼啊，应该有50-60年这样的程度了。但是再往前一点，这个地方其实是大片的绿地，也都建成了这种绿地公园。之前呢我进去骑行过，但是当时看到有一些还没完全搞好，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完工了。右侧叫东湾小区。右侧进去是徐浦小学。骑到这边呢，已经有8.5公里左右的距离了。虽然我是在5公里左右才录的，但是实际骑行的距离呢，已经有8.5公里左右。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说的这些公园啊。看来这些公园的建设还没有完工。这里头你看一片工地的模样，我们就不要进去了。前面就是龙腾大道，我就要左拐。哦，原来这条龙腾大道啊，这边都打开了啊。以前这边一直在建设过程当中是一条小路啊，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条大道了。好了，我已经在龙腾大道上骑行了，我身后的就是 S20的高速公路。前面呢有一座桥，我要骑过这座桥，然后那个渡口应该就在我的右侧了。我看右侧还是有一块很大的地方，或许以后也可以用来开发。这边呢以前肯定都是一些老的仓库啊，或者是工厂。骑上了这座桥啊，这里我理解应该就是店浦河吧。
天府河注入到黄浦江里面的这个地方。我的右侧其实应该就是它的入河口了。我的右侧就是港口渡口了，我就是要搭乘这个上海轮渡到浦东那边去骑车。好，现在我就准备进这个轮渡了，看看要多少钱。一生自己。这边呢就已经刷了卡，2块8毛钱。我觉得这是人和车一起的价钱，一个人应该还要便宜点吧。好，现在人都没来，我们在这稍事等候。从浦东对面来的摆渡船已经靠岸了。好，现在我们登船了。我把车放在下面，我们到上面的甲板来。上海的这个轮渡还是比较合理的，它上面还有一层甲板，兼有一些观光的作用吧。你看，我现在正对着呢，就是这个新港轮渡码头，这里应该也属于徐汇滨江吧。但是我们看到的那条桥，应该就是徐浦大桥了。这个就是黄浦江的江面，大概有应该不足于1000米吧。江上还是有很多的货轮在运行之中。非常模糊，从这边可以看到陆家嘴的高楼。这个天气能见度比较差。如果天冷、刮风下雨呢，大家可以到这个船舱，就是也是有遮盖的这个舱里面来坐着。这边放着一些安全提示的视频。好了，可能还要等几分钟才会开船。那我们就在这个甲板上望望江，看看景，顺便也休息一下。刚刚听到了一声汽笛，这个门就关了，应该很快就要开船了。我听到船里面已经在广播了，注意事项。1点03分开的船，我们看看几分钟能够到达江对岸。这个船在
调整它的方向了。我们现在可以正面对着的就是集会滨江嘛，就是左岸的一群高楼，那边有中国很多的高科技品牌的大楼，像阿里巴巴、腾讯之类的。很快啊，没有2分钟已经接近对岸了。我等一会儿呢就要从对面的码头下了船以后啊，骑上我的小车，沿着浦东的江岸一路向陆家嘴方向骑行。浦东这边的码头呢，像是一个简易的码头，你可以看到啊，就没有楼的，只有一个渡轮的标志和一个简易的停靠的码头。好了，现在正在靠岸啊。好，我们也下到下面去取车，准备下船。好，现在呢已经下了船了啊，顺着这条栈道推车出去。这个左侧呢就是排队登船的电单车大军。好，从这边呢就可以去到浦东的骑行道上去骑行了。这条绿道呢我已经骑过很多次了，最长的一次是到杨浦大桥，在杨浦大桥边上摆渡到虹口滨江，然后顺着那边的再骑回来。今天呢应该不会骑那么远。左侧有望江驿啊，就是让大家洗手、休息啊，可以补充水和能量的地方。今天我看天气预报呢，应该是下午5点多钟才开始下雨，但我看现在天色已经有点阴沉啊，真的很难说今天会不会立马就下起雨来。好了，在正式开始浦东滨江绿道骑行之前呢，那我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啊，把这段呢当做第一段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等一会儿呢就顺着浦东的滨江绿道向前骑啊，骑到可以骑到的地方。我们一会儿见，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
拜拜。